然后啊，我是飞机跑道，飞机场的跑道。经过20余天的战斗，同盟军已经攻克了缅军腊戌司令部，并且在拿下腊戌机场和腊戌监狱后，已经至少清剿了98%的城区。就在这关键档口，瓦联军一支300人左右的小分队，以保护佤邦驻腊戌办事处和资产的名义进驻腊戌，并呼吁国缅双方停战止戈。随即，佤邦发布了关于缅甸局势的声明，声明在保持中立的立场下，呼吁采取包括谈判在内的一切和平方式解决彼此矛盾。然而，缅甸军政府方面并不领情，宣布不参加原定于7月31日举行的第6轮海埂会谈。有官员向媒体表示，缅军方也不会参加推迟到8月8日的会议。与此同时，在当天举行的缅甸国家安全会议上，缅甸实际掌权人敏昂莱正式从敏锐手上接过总统宝座，被任命为临时总统、国防部长和总理，并宣布再次延长紧急状态6个月。而这已经是缅甸军方自2021年2月政变上台后第6次宣布延长紧急状态。随即，包括同盟军、德昂军、若开军在内的3兄弟方面联合发文，表示会继续战斗，推翻缅军独裁政权。目前腊戌城内最新的战况是，同盟军已经光复了司令部周边的腊戌机场、306营、腊戌大学、6007营、别墅区等地，参与缅军溃逃至626营基地抵抗。截止8月1日下午，626营也已经被同盟军攻克，同盟军还缴获了大量装甲车。缅军在腊戌最后的346炮兵营已经被同盟军全面围困，而先前瓦联军以保护办事处和周边民众的名义进驻腊戌，并非空穴来风，只是由于佤邦办事处距离交战区域腊戌大学非常近，在多轮炮火中已经成了废墟。随着腊戌战事的逐渐平稳，位于腊戌七宝的市场也有商贩开始恢复营业，老百姓也陆续出门买菜了。据善邦媒体报道，7月31日凌晨，缅军400余名士兵乘坐8辆大卡车北上增援，经南木溪、脑连后，在曼板附近的霍纳村附近遭到果敢同盟军、缅族人民解放军和盟友的伏击，缅军当场阵亡50人，军车全部被毁，还有大量人员受伤。从事后传出的画面来看，缅军伤亡惨重。其实早在7月29日就有报道说，缅军上千人乘坐100多辆卡车抵达当阳，准备增援腊戌。有分析称，芒板镇与霍纳村之间地势相对平缓，且南侧山顶有一处缅军营地，并不十分有利于伏击，因此伏击可能发生在霍纳村以西的一片山地中。从当阳到战斗发生地，大致有2条路线可以选择，一条是出当阳向西，从曼卡向北拐，一直到达芒板；另一条则是从当阳向北，经过南木溪，在莱莫附近向西。其中南木溪疑似有瓦联军驻扎，莱莫附近则为同盟军多年经营的木邦县莱莫区。从地图上看，先西后北绕过山地的路线比先北后西经过山地的路线更为平坦，且不需要经过危险的敌军活动区。结果缅军偏偏选了最危险的一条路，在腊戌陷入孤城之际，缅军还敢大摇大摆深入缅北腹地送人头，这操作真是十分令人迷惑。腊戌南部，同盟军之前游走在腊戌外围的南线支队继续拓展外围空间，对44号公路与445号公路处班纽村的147营和5003装甲营发动进攻，有可能进一步突袭南兰缅军营地。而腊戌到曼德勒一线，德昂联军继续稳步推进，对缅军在蘑菇、角梅、孟密残存的几个营地进行围攻。有报道称，德昂军已经控制了缅军蒙密战指基地。此外，缅军增援角梅的11师202营、203营等部500余人，阵亡已经超过100人。其实，在腊戌局势已定的情况下，同盟军接下来会面临2条路线选择，一条是北上木姐拿下最大的中缅贸易口岸，巩固大后方；一条则是南下曼德勒和内比都，与其他革命武装合作，入主中原。2条路线的选择是未来同盟军给自己定位的选择。在缅甸革命风起云涌的当口，如果同盟军选择北上拿木姐这个中缅边境的贸易镇，则表明同盟军愿意偏安一隅，成为一方诸侯，将来以腊戌、老街、贵盖等地建立华人自治区，收点贸易过路费。但问题的关键是，目前木姐地区同盟军、克钦、德昂、北善邦军都有势力存在，就算拿下木姐，还面临利益分配问题，容易引起革命联军内部争夺。同时，北方邻国在木姐也有很多投资，一旦木姐战役打响，势必会造成大量边民伤亡，这是中方最不能接受的。从长远来看，如果目前同盟军已经拿下腊戌，一旦中缅铁路开通，木姐的地位也会大大下降，让缅族在缅北维持一定的存在，也有利于国家团结。所以拿不拿木姐其实对同盟军整体战略影响不大。而第2条南下路线可以说将是缅甸汉人民族证明之战，全缅甸全国人口5500多万，
超过135个民族，除去3000万的缅族人，还有2000多万少数民族，他们大多对大缅族的长期打压都有不满。加上敏昂莱军政府正面上台，强行推翻民选政府，也引起了大量缅族人内部反对。同盟军只要能坚持不分裂，反对缅军独裁，就能赢得绝大多数缅甸百姓的支持。何况缅军政府统治缅甸70余年，各方利益错综复杂，而且敏昂莱变本加厉，穷兵黩武，根本没有还政于民的意思。如果革命联军不抓住良机，一鼓作气推翻，等缅军缓过气来，难免不会继续大搞民族主义，购买武器装备。尤其缅军与俄罗斯军方关系密切，可以预见俄乌战场一旦结束，缅军将获得很多淘汰的装备，实力会大大提升。将来缅军反攻少数民族地区，难道缅北民第5和其他民族武装有能力跟军方搞军备竞赛吗？现在缅军方拒绝谈判，关闭边境贸易口岸，用勐拉景东方向替代腊戌，掐断缅北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命脉，1-2年后就一定会良心发现重新开放吗？假如同盟军能抓住有利时机，联合各大革命武装，一鼓作气入主中原，推翻缅军独裁，在后缅军时代就算不能一家独大，也能取得很大的政治地位，为缅甸几代华人开辟一片新天地。缅甸局势将如何演变？欢迎订阅简易指南，下期再会。人海茫茫，岁月沧桑，今生有缘在胸。